好，接下来来看看科技大战啊！科技大战，华为，大家以为说已经告一段落，没有，我要马上他在公布的最新的是9月25号才是正式的新品发表会，因为这个礼拜本来重头戏都在苹果发表新机的一些发表相关系列活动，华为除了现在预售已经这么久了一段时间之外，大家卖翻了，直接9月25号有一场发表会才要正式来问世所有的手机的样子、功能跟细节，没有忘记孟晚舟2018年12月在温哥华转机的时候被加拿大逮捕了，当时2021年回到中国生日的日期正好就是9月25日，所以这个时间点选的是有意义的。他形容的是最大的阻力，给我们最大的动力是他们的 slogan 哦。所以当2021年9月25号晚舟归国，2023年9月25号说是王者归来，8月29号预购则是冲着雷蒙多而来嘛。雷蒙多当时刚好访中，那么华为 Mate 60的 Pro 现在有说有一些黑科技在其中。昨天听说有很多人要抢赖岳谦教授的手机，想要试试看哈，因为好像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测试包括华为的5.5G 的关键技术大跃进啊，那9月11号率先完成的相关的各种测试用力，可以支撑的包括裸眼 3D、XR、AI 等等的需求。孟晚舟说，全球5G 商用4年以来，正持续要引领的价值创造一个非常大的创新。5.5G 是5G 网络演进的必然之路，多厉害啊！看看有一些测试陆陆续续被在网络上公开发表出来，其中啊，这第2代昆仑玻璃玄武架构有多厉害、多坚强，来看看它的测试画面。看看这个手机拿去敲铁钉，说没事哦，怎么敲都没事，太可怕了，我舍不得拿我手机去敲。铁钉看起来还蛮用力的，还有敲胡桃，据说昨天还有被车子碾过。都没事的画面，那放到洗衣机里面，这也太夸张了。我还看到有一个人真的是很厉害，大概2公尺多嘛，丢下来丢在地上。哦，还有说货车给它碾过去，这个镜面上完好无缺等等的哦。所以所谓的星闪技术要彻底取代蓝牙，也是其中一个创新。那星闪所以产生的科技的效应哦，比蓝牙更快更好，它将还有卫星嘛哦，所以微磅翼的冷壳壳也很厉害，还可以智能降温。我们手机用久啦，充电啦，很容易变热啊，发热不是有些手机会出现一些意外嘛？它就是用这个特别的壳来让它降温，所以输出更稳定。华为的新机很夯，那苹果呢？的确，我们我真的还认真研究了一下相关发表会的情况哦。大概壳的部分就是比较不会沾指纹，然后镜头聚焦可以追焦等等。但是呢，因为 iPhone 15面对了华为这个强击哦，会让华为新机有没有退烧，或者是引起竞争上面的消长之间呢？最新的华强北商家的分析认为数字看一看就知道了。Mate 60 Pro 发布的第一天，价格没有那么夸张，官网卖6999，现在当时他们卖7800哦，就。价格现在一直涨，涨到门店都缺货，现货一定会越来越贵。那甚至在网络上哭手发现很多在大陆网友的部分有趣的现象，就是为了买了华为 Mate 60拿到了，是不是？哎呀，厉害了，就走路都有一个特殊的姿势，要么把这个华为手机拿了放在后面让大家看，走在前面面对大家的时候，也要把手机放在前面，说我拿出来了，可以秀我拿到了这只手机吗？所以当外媒说现在苹果的秋季新的发布会没有惊喜，因此股价也受到了一些波动。那么甚至纷纷提华为的新机有一些创新的效益的时候，那么苹果到底有个比较毒一点的形容词说，路透社说的苹果没有带来任何的惊喜，最大的惊喜是什么呢？ iPhone 15没有涨价，这就是惊喜了吗？那当然，日经亚洲、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纷纷对于说华为新机影响苹果特别是中国市场，那甚至有网友比较这个酸一点，就说难道是华为被制裁了3年，还是苹果产生了怀疑？但是富士康的手机生产进入排单旺季，这当然今天股价最后收盘涨200多点，其中相关类股都成为一个很夯的这个点。那但是呢，对于苹果手机的需求来算一算，实际上在工厂的生产线有没有影响呢？
说是时薪21人民币，到目前为止近日都没有收到招工的需求。但是华为的订单就不一样，它工厂还在高价招人，最高时薪可以到达26人民币啊。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官方态度很重要喽。如果在官方、中央到地方以及国营事业的内部上班时间、工作场合都要限制 iPhone 持有的话，那么连这个网络上的微博也是秒降热搜。本来热搜的这个排名立刻被撤下来，那么短暂上过华为发布的热搜，预示了接下来苹果接下来在中国的处境，自然也是限制重重。因为毛宁说，他注意到苹果手机出现了一些安全的问题，但是中国却没有对购买苹果公司或外国品牌手机颁禁令啦。也就是说，一般人民跟状况是不限制的，就只有官方加以部分的限制，但是影响已经非常大了。华为是不是真的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美国高科技呢？苹果的手机、特斯拉智能车、辉达 GPU 等等，有这么多的系统，包括了甲骨文数据库，现在可能都面临了一些挑战。当然，也要等整个新机到市面上亮相之后可以做比较。但这场科技大战，亮哥当然是已经非常热烈的展开了。这个，我认为毛宁他这样回答，是因为可能大陆还是要先看一下美国会不会对华为这个新机做制裁啊？那现在还不知道他会不会对中芯国际啊或其他公司做制裁啊？那我认为如果制裁的话，大陆会有回应，而且反制的方法不会只有苹果啊。而且坦白说了，大陆的官方跟国营事业禁用苹果是非常合理的啊。美国也一样禁华为啊，这个只是大家公平对待而已啦哈。那华为是这样啦，就是我认为苹果它的股价会跌啊，主要还是因为 i15实在不怎么样啊。它市场发表日当天就跌了1.7%，那昨天又跌了1.2%，就是人家不觉得你有什么惊喜嘛。有人就说什么惊喜，就是换了 Type C 了啊。那照相功能改善一点，颜色多了漂亮的3奈米的芯片啊，那电竞可能玩的比较爽，对。然后旁边用那个钛合金嘛，就比较不会沾手，就这种东西都是小玩意儿了啊。就人家，而且还市场上有一种传闻说 i16才是真正的大改版。那你看这样对 i15 怎么卖？这样对 i15 是多伤啊！你怎么卖？而且 i16 还说可能明年就要出来，也很贵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市场会有这种传闻啊。可是这个显然是对 i15 就是不利嘛。对啊，而且有人就会说13、14、15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主因啦。这跟华为不一样嘛，因为华为 Mate 60它是从2019一路被打压之后就没有新机了嘛，而且人家一下出来就是这个成绩，比如他自己讲遥遥领先，是指相对于中国大陆其他的手机都遥遥领先啊。那这个是真的啊。那所以为什么它会有卖点啊？那甚至造成华强北那个现货啊这样一路溢价卖，事实上华为的公司是一直劝地方现货不要涨价，它是一直这样。我问过，是真的，是真的啊，是真的，就表示说期货它可以用本价卖，那现货人家就开始涨了啊。那个涨到7800还算是没特别贵，我跟你讲。所以你从这里就看到它真的很热了，而且预定的那个台数一定是几千万级别的啦。那你去想一想嘛，华为去年才3000万只。今年光是 Mate 60的订购啊，搞不好就有3000万只啊。有了。那你今年出货量不可能到位嘛，所以你明年还在继续出货，所以明年才是大爆发啦。讲白了啦，明年它肯定还有别的型号要出来，而且我坦白说了，还有一大堆穿戴装置。现在有一款手表也出来了。是。那还有人说要进电脑、笔电了，它的芯片也要进笔电啊。那他也蛮会造势的，刚好就是那个问界的 M7的这个智能车也出来了，对，所以他蛮厉害的啦，就是，所以他这个真的就是王者归来，然后全面都上，气势磅礴，而且他不是只有手机归来，是全面都在做创新啊，大概是这样。教授，大家都没有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呢，华为呢这次处事的风格啊，
真的是非常强势的，像余承东讲的遥遥领先啊。他不但是用这个大家的理念，用这个实际上的行动也是这样讲。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因为你刚刚看到那个我们这边用的那个无线通讯的那个蓝牙的那种，因为蓝牙就在瑞典的话，在美国之下不准用。华为的工程师他们自己讲。这个其实是小科技，原来用你的真的是给你面子，就自己搞一个。他们本来要取名绿牙，你知道吗？就是要跟你校正啊。你有蓝牙，我蓝。他说这个根本就是小科技，因为华为本身现在的话呢，整个科技的发展，因为华为有2点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觉得第一个，他拿出25%的经费，他那么大的预算来做研发，所以各式各样的科技的话，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他们的整体的行动，一个公司里头这么多人保密到这种程度，你知道王者归来，那个王者本身的话呢，行动要非常隐秘啊，对不对？然后呢做这个事情，然后孟晚舟带头的话呢，主要讲2句话，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向死而生啊，就是命都不要了。那这个我觉得我一听起来的话呢，我就觉得说是下定了决心啊。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够，美国人不能够拿以前对中国人的态度来看待华为，他真的很不一样，他真的有跟你展开科技战的决心啊，就是大不了就公司倒掉。去养猪去，大不了成功的话呢，就是收拾掉全世界的科技。因为所以说，华为的 Mate 60今天出了个价格 ，Mate X5 的价格啊，贵1万块。华为不是16999啊，不是光打价格战啊，是打科技战啊，要搞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直要以为说大陆啊抓到科技就杀成白菜价，这种做法可能今天开始就不一样了。另外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华为本身它自己所产生的科技是一个全方位的啊，手机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可能还不是一个很大的部分，平板啦、电脑啦、车子啦，然后无人驾驶啊。全套的科技，然后这个东西的话，你爱要不要随便你。然后他要出去的时候，你等到再过个3-5年，一回来的时候发觉欧洲啊是一个落后地区啊，那倒是亚非拉进步的不得了了，就出现这种结果。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使用科技的过程当中，科技最明显，因为它是数位化的，就是0跟1之间的有跟没有之间的差别。所以孟晚舟讲这句话非常好啊，我一开始以为搞不清楚什么叫5.5G 啊，原来说他们做好了要能够。超越的准备，在6G 还没有发展以前的话呢，就已经达到了科技的巅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受鼓舞。我一直在强调，华为这一次王者归来的故事啊，迟早有一天等到尘埃落定，要拍成电影。大家可以想到，最好的电影里面就夸张一下情节，就是任正非考虑去养猪的时候，突然受到某种影响化了，归来以后，这就叫做王者。我觉得，真的是华为表现的实在是没有话讲。汤教授，因为时间点发表会选在9月20号，刚好就是孟晚舟归国的这一天的日期，当然是特别有意思啊。尤其是在美方强力的去围堵整个晶片发展，他来证明说华为不惧围堵，他自己走出一条路。对，没错。因为我昨天才从上海回来啊，我走了几个其他的地方啊，比较小的地方。那我来回应，再回应一下刚刚他们2位讲的啊，这等于说做个解释啊，说为什么他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一直都还是不错。第一个啊，我发现的现象呢是外国人少；第二个呢，失业率高；第三个呢，社会平稳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难得了。你失业率尤其年轻人失业率，官方是已经盖牌了，他原来是说20%，后来我一问，他说这些人跟我讲。加1倍，加1倍到其他国家这不要闹暴动了，要搞革命了。可是他这边社会平稳，意思是什么？他工作机会还是有的，农民工不行了就回家啊，回家种田。那然后呢，他这个在城市里面啊，外卖小哥啊什么这些问题，这些工作一大堆。那所以说社会平稳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个在话讲回来，讲到这个华为来的话，他有2万人的这个。研究人员，你说这个东西全世界哪有这么大的一个单位？让其他的工作人员还不要算，我是专门是讲这个工作人员。那所以说呢，他今天做出来的这些东西，我倒觉得还不是太意外。意思就是说，他越被逼，他的产量越高啊，越能够突破。这个已经有好几次的例子了啊！曾经那个10几20年前，美国人说你看我们这个什么F-22都出来了，结果他那边一弄，他的那个歼20也出来了。那另外呢，欧洲国家呢对中共呢，他一直在武器禁运到今天啊。那可是呢，现在啊，他想说，那你禁运了，你不卖给我的，我自己生产。
那所以呢，这个现在西方国家呢，对于中国呢，确实是非常的苦恼，因为他觉得他像以往他要制裁这个第二大的他的这个对手啊，就是制裁老二的时候了，老二全部一下就被摆平了。那可是现在碰到中国，可以说从来没碰过这种坏人啊，意思就是说他根本就拿中国呢，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打，你用传统的方式要打他，要制裁他，根本没有办法，没有效果。那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呢，中方啊确实短空长多。再看美中的外交大战哦，最新的几个消息，其中这个是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到了中国去，待了好几天哦。从上海准备结束行程之后，要往山东这些地方行程结束，搭高铁要前往北京，非常有意思。这位总统讲了一句话：我们将乘高铁前往北京去遇见未来。去跟习近平主席会面，他声称呢，尤其是在国人，他跟他的国人这个受访的概念媒体受访的时候特别讲，他跟中国已经签署了协议哦，要把第一位委内瑞拉人的太空人送上月球，代表在太空科技上可以跟中国有进一步的更多的合作吗？那么另外在俄罗斯的关系上面俄罗斯这边发表的讯息是说，外交部长王毅即将要访俄罗斯。大陆外交部的回应是说，会保持密切的沟通。那么时间点是9月18号。那当然大家都在看，联合国大会是9月19号开始，是不是就代表着王毅缺席，就是因为要访俄吗？那毛宁当然发言人的态度是，最新情况可以请媒体朋友保持关注，没有给出答案。但是美国点名呢，中俄现在连在一起看一起产生了世界的威胁呀。像布林肯就说，美国将强化现有的联盟，去串联不同的盟友，打造新联盟，来因应时代的挑战。这挑战什么呢？把中俄点名就是最大的威胁。所以中俄的轴心关系形成，这是来自于 CSIS 的中国实力型计划主任林碧颖说，中俄显示出要准军事同盟的迹象，美国的智库专家说的。但真的是这样吗？那么7月中的时候，中俄派出了10多艘的军舰跟30余艘的飞机在日本海进行联合军演，两军展开的是2300海里的联合巡航。所以李尚福国防部长8月中旬就在莫斯科的国安会议上面说，中俄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的伙伴关系。而普京怎么说呢？他说，俄中不会建立军事联盟。对于美国智库的说法加以反驳吗？他说，两国的合作不是为了针对任何人，西方国家现在正在威慑中国，但这些行动最终会失败。普京还见了谁？见了金正恩。金正恩搭了他的所谓安全的火车，时速才60公里的这个列车，到了俄罗斯去见了普京，那么特别还邀请他回访北韩，普京也答应了。他说呢，希望普京身体健康，相信俄国军民定能战胜邪恶势力在他们口中，当然邪恶势力又是别人所以金正恩说，北韩正深化跟俄罗斯的关系是第一优先事项，两国将会深化战略跟战术合作。所以俄中的关系，他们说不是军事联盟，但是跟北韩就是咯。所以金正恩会普京之后，美国马上做出回应了，批准对南韩出售价值50亿元的 F-35战机。同时呢，朝鲜、俄罗斯跟中国三方的关系，所谓的三边帝国主义，美国智库做出了回应。美国呢跟盟友都会需要认真对待这个正在形成的威胁。当然，近来还有很多军事的演习，包括了中国7、8机的台海周边的活动。国军表示是在严密的监控当中，各种山东号的实际的海空联训，还有美军新一代的 B-21突袭者的轰炸机曝光了。但是被说，为什么兵推显示风险很高？那在台海为什么还要用20世纪的舰队去应对21世纪的中国呢？就有很多的讨论啊。那因为美国造舰预算很高，今年高达了320亿元，是预算不够吗？但是他说，被形容说是不是正在打造一支大致上还是在属于上个世纪20世纪的海军吗？但美中双方的对抗，当然还有情报啦、谍报啊等等这个大战。网络上面说攻击大陆的这个大陆国家电脑病毒因应指挥中心这个侦办，在西北工业大学被 NASA 的MSA 的网络攻击案这个过程，现在说锁定了网络间谍的身份，背后是
国家安全局 NSA， 那么工作人员真实身份是来自于美国的国安局吗？这当然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所发布的消息。那么显然，这个中美大战，亮哥是很难，暂时现在是没有停歇，还越来越激烈呢。这个要取决于拜登啊，拜登11月到底有多大的渴望见到习近平啊？因为我感觉他漫不经心啊。比如说 Raimondo 回美国。对中国又开始强硬了，就不知道他要干嘛啊？那比如说中国大陆那个联合国，他就王毅就没有去啊，他派韩正去嘛。那韩正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国家副主席，他不能够跟布林肯或者苏利文来谈高峰会的事嘛，没有办法做预先的安排啊。所以你就看出，王毅已经被美国邀请1个多月了，他到现在还不去所以你就知道中国大陆显然就是认为美国没有善意回应嘛，所以就对11月 APEC 也兴趣缺啦。我讲白了啦 ，APEC 再重要也没有 G20 重要啊。他连 G20 都没去了，是 APEC 没去算什么？所以搞不好如果关系没搞好，你不让李家超香港特首不能去，习近平也不去了。所以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这个我觉得认为是有可能的。那另外就是中俄啊，我认为这个讲到台湾就把自己太膨风了啦。我觉得主要是针对日美啦，美日的联盟，那可能连带会影响到台湾啦，是这样。那一开始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介入俄乌战争介入太深了，所以让俄罗斯有点火大了所以你就看到他跟中国大陆就开始就联合海空巡演嘛，然后互相借用对方的军港来停放对方的空军啊、海军啊，然后一路从日本海一路绕到阿留申群岛，然后又下到台湾东部的比较远的海域，所以台湾就觉得说是不是针对我来了？这个你想太远了啦。它主要就是针对美日啦，美日联盟啊。可是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对台湾有影响？当然有啊。比如说俄罗斯，他就现在用力表态，因为他需要中国所以他就用力表态说台海如果发生战争，他支持中国。他以前不表这个态的那他如果表这个态，就意味着日本真的要介入台湾，他就会戒慎恐惧因为俄罗斯在他后面对啊，日本非常怕俄罗斯，非常怕俄罗斯是啊，日本不一定怕中国，但是非常怕。他俄罗斯就是动手的嘛，就是动手的，而且以前那个关东军绕过西伯利亚，几乎都死光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确实对台湾有影响啦。可是你不要以为它是因为台湾而产生的，它是因为美日进一步安保2.0，然后日本全力介入俄乌战争惹出来的东西啦。所以你看，最近包括俄罗斯那个东方经济论坛，还有10月普京要来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中俄有关那个西伯利亚开发计划，我认为也快要成型了。大远东，他可能会用一个10年为期啦，1600亿美元这样的计划，那就逐年提出项目嘛。那海参崴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东北的内务港，一定的了，对不对？那库页岛就沙哈林群岛也交给中国开发了，搞不好连北方4岛都交给中国开发了。所以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就是杠上了啦。我觉得主要是针对日本台湾是附带受到影响这样。所以新的联盟成型，美国想要阻止，看来也是无能为力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后来，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跟这个北韩的关系，现在在一个密切的微妙变化当中。美方想要阻止，看起来双方的合作，三方都很密切。教授，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要把整个架构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架构的话呢，就是中俄朝跟这个美日韩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面呢意有所指，普京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中俄关系
中俄朝的关系再好的话呢，他们不会搞成军事结盟。这句话呢，让人家一乍听之下是听不懂的。但是实际上呢，美日韩，请大家不要忘了哈，美国人是想把日本跟韩国当成北约的 office 啊，当的 branch office， 就是一个附属的一个办公室，放在亚洲地区啊，一点地缘关系都没有。那么所以说呢，普京讲这句话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说我们之间是基于彼此的需要连接在一起，那么相互保护、相互防卫的话，但不是军事结盟。你们美日韩的话是把北约根本一点地缘关系没有，就移到了东北亚这边，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要威胁谁呢？这是所以说朝鲜它有不安全感。那中国本身跟美国之间的话呢，是整个冲突升级。我觉得刚刚讲到华为的时候，它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跟老美的科技之战就大干起来。然后中国现在的话也是一模一样道理，就是说终于看清了这4年啊，这4年当中不是只有华为受打压而已啊，这4年的话呢，这本身中国也受了很大的打压啊，因为我们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我跟郑亮还有这个少成，我们都是在大家都很羡慕美国的情况下长大的，大陆人也一样啊。就是你这4年来的话呢，让我觉得羡慕的机会都没有，现在终于提任了。首先的话呢，就是说对于中俄的关系，那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俄国现在没有的中国都有啊，那俄国有的东西的话呢，中国正缺，那彼此之间互补，原来就这样，原来是俄国。我说句良心话，我就在欧洲读书的时候，俄国人是打从心底对中国人没这回事，他们也喜欢德国、法国、英国啊，对不对？俄国人的对于法国的心情，俄国的上流社会是讲法文的，你知道吗？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现在没办法了，必须要跟中国靠了以后的话呢，现在刚刚亮哥讲的非常好啊，那个库页岛，我们叫库页岛了，就是哈萨林是原来他们这个日本人的天然气有1半以上是从库页岛来的，签了约的现在都不算了，通通都不算。如果交给中国开发，再加上北方4岛给中国开发，哇，那真的是不得了。对日本人来讲的话呢，那个国家的主权等于羞辱到极点。然后日本人拿了没办法了，你自己搞的听美国话听的这种结果啊，这才是对日本，我很激动啊，但是时间到了。日本最大的威胁、最担心的事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还有谁？金正恩搭着火车去拜会了这个俄罗斯普京之后，现在准备要回访啊。那普京也同意了，接下来双边的关系当然成为美方高度关注的一个重点。教授，这个金正恩啊，是他跟中国的关系啊，有一个学者总结的非常好，他说啊，这个朝鲜啊，他吃我的、喝我的、拿我的，不听我的啊。他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形象的，意思就是说啊，现在这个金正恩或者说他的老公阿公开始啊，不是老公阿公啊，他开始就觉得说，哎，我们夹在这个俄罗斯跟中国2个中间啊，他们2个吵架，那我们完蛋了啊，那就所以说他们要发展核子武器是这样子来的。那现在呢，他跟这个普丁呢，跟俄罗斯呢，当然有很高度的互补性啊。普丁需要传统武器弹药啊，弹药。金正恩需要什么呢？他需要粮食。需要石油能源啊等等，那普丁又可以提供他什么呢？提供太空的发展。那这个2个这个一拍即合，相得益彰啊。我觉得说他们合作的空间是相当的大，同时呢，他又受到西方滴水不漏的这个制裁。那所以说他们自己本身根本就没有外循环。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及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教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终于，我们这个是我们的错。对，每次都念政治啊，哲学、政治什么都通的苑教授，政治哲学是也可以。政大国关中心教授汤绍成，大家好。看几个最新的议题，其中侯友宜当然今天准备要出发了，要到美国去参访啊。这次的访问布局是不是回国之后就开始有一些准备开始请假，全力要投入选举？按照时程来说，那么全部的时间都要拿来打选战了吗？那因为接下来如果不请假的话，可能会来不及哦。所以当今天郭台铭宣布了新的副手人选的时候，是艺人赖佩霞，而且今天还后来就新闻发布发现，赖佩霞还同时提名了金钟奖的女配角哦。那结果呢，赖佩霞告诉大家说，其实她站出来的任务
是要落实整合这件事情的。他如果被问到说，如果见到郭台铭、侯友宜的话，你要怎么说呢？他回答说：“我会说我好喜欢你们。”他的任务是要整合在野，这个心愿是郭董的心愿。他想尽办法，除了霸气总裁之外，大家还能够认识到这一位有情有义、坚韧不拔、排除万难的这一面，软性的这一面，帮郭台铭做足了成绩哦。所以在野整合。是不是有机会呢？当然，郑丽文是非常乐观。他说，如果1对1的民调决定正副总统来搭档，甚至郭柯郑丽文啦，认为郭柯柯郭等等这种搭配，说不定搭侯友宜也是一个可能，用民调来决定正副啊。但是谁在阻碍在野整合？大家都喊的是整合，在另外一个民调数字里面是认为郭台铭2%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什么时候是最佳时机呢？当时因为 BNT 的时候，他喊了朽木为官、禽兽食禄，记得吗？那个引起的这个声量是最高的。而现在赖佩霞站出来的时候，帮忙讲出来的话，其实也还蛮能感动人心的哦。来听听他的这段谈话。从2016年一例一休政策开始实施，看到原本生意兴隆的老店，铁门一家一家拉下，热热闹闹的街道，转眼变成了无人打理的空巷。都还记得之前柬埔寨的事件，那绝对是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梦魇。经济环境不佳，我们无能为力把孩子留在身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在外面受欺负。这侯友宜要有1/10就不错了。一个母亲、一个女性的心情，在谈这个过程的时候，就特别能够打到人心。据说连黄世修在现场都因此还哽咽了哦。所以你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局，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来看看，如果说担心孩子，除了各种经济议题、就业问题之外，还有两岸啊，孩子要去上战场吗？美中台的关系现在是不是大选的焦点？现在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出来讲的这段话，让大家觉得敏感了。他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听听他的谈话。Their policy has been to sort of reunite Taiwan with China. From this standpoint, maybe it's analogous to like Hawaii or something like that, like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 that is arbitrarily not part of China, mostly because of the U.S. 这样的说法，我们的官方部门有像过去一样去抗议啊，讲得很大声吗？外交部说了，为利益发言不值得尊重，那也没有什么太去理他啦哦。那么吴钊燮，我们的国防兼外交他是外交部长，他也忘记每次把他讲成国防部长。他说：“我希望马斯克也能够请求中共对民众开放 X， 因为现在 Twitter 已经改名叫 X 了嘛哦。那萧美琴，我们的驻美代表说，台湾贩售很多产品，但我们的自由跟民主绝不出卖。看到的是说，我们还特别去这个 S 这个社群上面去留言呐，去表达啦。但是如果蔡政府认为马斯克的言论有辱国歌的话，是不是可以拿出更有力的制裁手段吗？例如先删账号等等，大家有很多讨论啊，宣布不用星链服务啦，禁止马斯克入境啊，或列入不欢迎名单啦，当然都没有嘛，那就只是这样回应个2句啦哦。那现在。美国众议员麦考尔4月要来台的时候，跟蔡英文谈，今年4月来台的时候是要谈引进星链的。那有没有可能甚至宣布公部门进特斯拉？没有啦，当然不可能。那所以显然像这样的言论，如果是不同人讲出来，那回应的效果当然就不一样了。亮哥从最新的几个选战发展的角度，再来看看中美的关系的时候怎么看？因为下午传出一个消息啦，说赖佩霞好像还要处理他的美国籍的问题嘛啊。那这个可能是要问中选会的认定。他的表达是说会宣布早律师来放弃国籍，因为9月13到17是登记嘛，联署登记啦。那这个联署登记是不是有要求正副候选人都必须没有美国籍，而且是完成？你知道我的意思？程序完备，要程序完成啊。那我不知道啦，如果这个是属实啊，那比如说他如果真的是今天才知道。那要去办这个时间真的非常赶哦，因为据我了解，比如说以前沈富雄啊、萧美琴啊，他们要临时处理这个程序不容易，都要处理很多时间哦。但个人认为中选会应该会从宽认定。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看个案不同，这一定有一定的行规啦。说实在话哈，比如说沈富雄他就跟我讲过说要去
设有美国大使馆的地方宣誓放弃之类的啦。如果你没时间回美国的话这个我不知道啦，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法律程序去马尼拉，马尼拉对，他就是去菲律宾办的，对嘛，没有错，哎呦他比我还专家了，不是，反正如果这个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我觉得赖佩霞是一个很好的人选。说实在我对他印象也蛮好的那他的 EQ 啦、讲话，还有语带感情的讲话的方式，坦白讲都比郭台铭优秀了。举手投足都蛮有魅力的。举手投足而且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有铺排的文宣因为今天刚好是人选之人要颁奖那选择今天嘛，宣布入围啦，他是入围了。我知道了，可是他大概心里也有一点预期了然后刚好又是人选之人的总统候选人林月珍所以我今天有个朋友就赖给我说，哎呦，山寨蔡英文，小英原型是对吧？那个林月珍这个反正就是有多重的角度可以看那因为他在那个人选之人那部戏里面也有几段讲词讲得蛮好的那这个所以他未来一定会有一些角色啦。如果他真的登记参选了虽然我希望不要啦，我是希望说蓝白还是要做整合啦不然如果他真的登记参选11月20号，最终你还要看到副手辩论呢对不对那我相信他可能会表现很好哦。我认为他绝对不是毫无准备啦，他今天是谦虚啦。他超过4个候选人，他就是谦虚啦。他说今天我对政治不了解啦，干嘛？事实上他演林月珍怎么会对政治不了解？而且他也在哈佛上过领导讲习班所以不是这个情况了所以这个恭喜郭台铭他找到一个不错的副手的人选，这样好，因为侯市长今天出访的时候被问到这个问题之前他都说我不了解他的布局，他没有正面的给。柯文哲第一时间也说这是不错的人选，是好的人选苑教授怎么看？这个有关于赖佩霞的这个今天的出场，我真的非常感触很深刻因为选举选举其实到了现在的话，你看那个雷根就干得不错嘛。选电影明星基本上要比一般人，不管你会不会讲话，是不是乱讲话，都要好得多得多嘛。我觉得赖佩霞之后要提供一个最起码的示范，不过他很麻烦。还有泽伦斯基对啊，泽伦斯基也表现得不错对不对？该哭的时候就哭对不对？很会演你要总统干嘛？你真的要做事你以为总统真的要做事对不对？他们其实基本上的话呢，就是让大家都感觉到安心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所有问题什么菲律联盟或者什么不管什么颜色配就是这个赖佩霞唯一的麻烦是他把这个副总统的位置给占了。接下来的话，不晓得是谁取代。不过这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想聊一聊那个马斯克讲的话这个是非常值得分析的。因为的话呢，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马斯克讲这句话。其实呢，一方面显现的固然他在大陆有生意，但是那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的。他这种生意，特斯拉的投资，人家都是很欢迎的哪里都欢迎，对不对？那他讲这个话呢，基本上呢，于情于理于法，他都是站得住脚的，足以证明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科技男只讲实话，不说忽悠的话。那这个我们这边的抗议各方面的话呢，这个抗议的也基本上都是纯粹文字上的游戏了。因为马斯克本身所讲的，他的比喻非常好拿夏威夷跟美国的关系的话呢来比喻，夏威夷就是美国的一部分嘛，对不对？它是一州那个台湾的话呢就是一省这个就马斯克本人的立场来讲的话呢，他基本上呢讲出来非常对，而且我觉得马斯克做很多事情的话呢，他是有一点不受控制的，因为昨天也传出来，就是说他对乌克兰的那个星链计划要攻击俄罗斯的目标的时候，他说停就停那么这种原因的话，也不完全是为了钱的问题，也有人道思想的发展。不过我觉得我比较认同他一个强烈的观点，就是说。他讲这句话，大家要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他的结果是，如果让大家认清楚这一场的话呢，连美国在内，他尽量不要发生战争对不对？发生战争的话呢，对他的投资不好，对我们两岸之间的人不好，对于实际上要发生的这个
对于全世界的经济情况都不太好，所以马斯克不做一般美国人都在拱火的这种消息，已经展现出来他非常重要的一点哈。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外交部本身呢心里很了解。当然呢，我必须强调，吴钊燮有他自己的处境啊，那么他针对于这个情况来表达立场。但是呢，我很担心一点什么呢？就是吴钊燮呢指鹿为马久了以后呢，真的就开始认定啊，这个好像啊，这个所有的美国人，包含马斯克在内，都能够接受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个事情。那我必须强调，这也是美国基本的立场。美国人也没有人敢公开说这个话，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公开说这句话哦，也没有人敢哦。是这种情况。其实美方官方也一再宣称，当然就是一中原则，在对应美台双方的关系的时候，汤教授，两位都好像忘记侯友宜了。侯友宜今天去美国，我知道，不是我说你们没提吧？就是留给你提的嘛，对不对？啊，你难道吗希望我们全部讲完吗？你们啊，我觉得侯友宜啊，这次他应该去美国呢，会受到比较高规格的接待。比较谁呢？比较那个赖清德，对不对？第一个，他身份不敏感啊，他是国民党的，就是只是一个市长而已嘛，对不对？那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行程安排呢，绝对会比这个赖清德呢要可能高，不知道高多少。那我们再看看啊。那可是呢，这个侯友宜呢，当然还是不是那么完美嘛，对不对？因为他这个英语好像是这个不怎么样啊，那所以说他每次要跟人家要交往要交流，还得带个翻译啊。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说看看他是不是能够赶快来加紧一下啊。不过我能够断定，就是他回来以后啊，他的这个声望，他的民调一定会再继续攀升啊，因为他已经在走到上升道上面了吧，对不对？我信心啊，就是因为他去访美啊，这个跟其他人去访美不一样的啊。那因为我昨天才从这个上海回来，上海那边就跟我说了，他们在那边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这个老美有时候还不太放心，他说没关系啊，继续弄意思就是说拉抬一下侯友宜啊。所以说我说这个东西这个确实有可为。好，那个郭赖佩，我今天听了这个赖佩霞，因为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也没看过电影，也没干嘛，我没听过这个人。你从小到大都在认真读书，孤陋寡闻，我在看电视啊。我知道，我就不看嘛，我就没看那个，我没时间看嘛。喜欢看侯友宜啊，是，刚刚讲的都是侯友宜好了，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人啊。那可是呢，我今天听他那段讲话。我说你到底是这个郭赖佩还是赖郭佩啊？这个有点让我都有点这个怀疑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他是唱作俱佳啊，而且呢，这个格局深度啊，我觉得都是一时之选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郭台铭来讲，说我想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加分的动作。那只是说因为他有他的刚我是听着阿亮讲的，说他的身份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不晓得说到底这什么意思啊？国籍啦，你身份有问题，你应该老早就处理了嘛？那什么搞到现在呢？还没处理啊？对，但你应该老早嘛，应该早一点嘛，对不对？那现在搞到现在，那到底是能不能处理还不知道？那是不是你要按照用这个方式来找个下台阶，还是怎么样？那你要赶快换人啊？还是干什么的？现在很紧迫啊，时间很紧迫啊，那所以另外呢，就讲到这个吴钊燮他们了。当然我是不好批评了，我们同事嘛，对不对？那可是呢，就我觉得你怎么对这些人都那么软弱啊？你说这就不过去赶快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你应该说我们禁止特斯拉，你应该大义对不灭亲，把吴钊燮大义灭亲啊！当然了，我已经大义灭亲了。对。好，讲完了，所以讲完了，所以你们要继续骂吴钊燮，我知道。